大家好，为了让修整后的猪舍空间更单纯化，3颗火龙果的母头已经又移植到更顺手的空间了。而这本来已经清洗过的地板，卸下火龙果的枝条后，暂时就没做善后。再来看上次负责帮忙清洗的小孩子呢，再次见到的反应。接触种植的过程有个很大的习惯改变，让量化分析转变成质化观察，观察作物生长变化，或是观察小孩子、观察狗的反应，再去揣测背后原因，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啦。这区块的空间部分已经做了洋葱育苗，接下来要进行播种育苗的则是田油菜心与四季豆。田油菜心虽然说采用分撒或是调播的方式都可以，但若是家庭种植，采用两者并用也是蛮适合的。因为田油菜心让人惊艳的是菜梗的部位，原因除了得让它长高大之外呢，在采收时采用调播的方式也会比较容易。加上它也是可以反复采收的作物，因此才先挖出整条的沟槽后分撒在沟槽里。另外，这是刚整好的菜床，除了含有大量老黑土，黑土中有许多枯枝落叶，不进行挑除呢，则是在用来提高增加土壤的有机质。而这样做也导致了土壤中还有不少的草籽。采用调播分撒的另一个好处呢，日后要除草时空间会比较方便。而这是它长大后的样貌。分撒后若是要进行移植，就可以直接提供参考间距。这从底茎割下后，还会长出更多的侧茎。叶片可以给只爱吃菜叶的人吃，懂吃的人呢，可以就吃菜梗，完全不用客气。接下来在靠外侧的位置，日前已经做了洋葱育苗，现在再补上四季豆种子。四季豆可以采用直接播种的方式就好，会比较省事。而若是菜地还没有整理好，想要偷一点时间呢，也可以先播种，再采用移植的方式。四季豆虽然也很快就可以出芽，但是偷个10天的缓冲整地时间，应该是很容易。最后再将土推回沟槽就好。由于这土壤的有机质很高，目前已经有了湿度，浇水时就酌量进行就好。另外，在一旁的这槽，则也是要撒短天期的叶菜类。由于现在的天气算还很热，据说已经有第一波的东北季风，因此就先撒一点紫薇小白菜跟菠菜。小白菜要进行移植，算是比较容易，可以采用分撒的方式。要疏苗的话，也可以采用提早采收的方式。而一旁的菠菜，因为种子比较大颗，覆盖的土壤就要厚一点。前阵子因为天气热，亲戚撒了2波菠菜都失败。菠菜除了喜欢
冷凉的天气，菠菜天气冷也会比较好吃啊。而菠菜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避开路灯，光照太强会容易导致提早开花。种植在疏松的土壤，生长状况会比较好。遇到连续降雨时，可以利用翻松土壤，提高透气性。万一出现黄叶，很大的可能就是土壤过于潮湿啊，发生了败根的现象。这去年的影片有记录过啊。而猪舍这个位置虽然土壤厚度不深，但是地面的砖头有一个好处啊，可以增加排水性啊。而一旁的砖墙呢，也保有通风挡风的效果。另外，菠菜的种子除了比较大颗，也比较硬啊。若要提高发芽率或是加速发芽，也可以先将种子事先泡水几小时啊。个人是方便就好，把土壤浇透一点也是一种办法。目前改将电瓶摆在内部后，单人要进行浇水，开关水部分也便利不少。3天后，紫薇小白菜已经顺利出芽，但是菠菜种子比较大颗，还需要再等等。原则上应该不是天气太热的原因啦。现在猪舍内设置菜床的位置都靠着砖墙，对于日照算是有适度的遮挡。而另一槽四季豆也已经长出嫩叶了，因为土壤的有机质高，保湿性算非常好，因此全部都没有进一步做浇水的动作啊。而内部撒种的甜油菜心也可以看到顺利的出芽了。最后又移植了一株原生种百香果进来试土啊，看它生长的反应，生长的速度竟然比没有移植的快啊！看来这老黑土与蚯蚓的催化效果非常好，所以就又移植几株大陆妹，暂时在一旁当护卫兵啊，也刚好可以与后院种植的大陆妹再比较一下生长速度，这样可以再增加猪舍内制作原生土的用途啊。以上是此间猪舍隔间的简单布局。而另外翻找到的闸门也算是很好的防狗措施啊。这样的设置你想到了什么？把拿瓦的反应影片连接起来，像不像狗头闸？谢谢收看。